在神皇尊上看穿了云韵和内塔之主以及10大神长老的修为后，目光再一次转向萧炎、灵动、沐尘3人。想必你们也在神启妹这3位的君王口中知晓了一些信息吧？其实本皇让君王将你们留在皇国之中修炼10年，就是因为你们是无上传承者的原因。听到神皇尊上这么说，萧炎、灵动、沐尘倒是没有多大的惊讶，因为他们自己也早已经想到是这个原因。你们也听说了，神藏下篇的降临万界便是10年之后，而这一次的神藏降临将会比上一次的神藏上篇降临更为的激烈，不仅仅会引出9大界的那些神奇强者，就连自从天古浩劫之后一直没有任何讯息的神界域中，那些神族也将会来此神藏之中，为夺取其中的神藏宝物以及大道机缘和造化机缘。更为重要的是，暗黑魔物的那些魔神随着苏醒也将会进入这一次的神藏中，那些魔神的实力可都是一位造化巅峰主神的实力，而他们的目的也只有一个，神藏是他们大计划中的关键一步，所以他们必定会全体出动。其实在神皇尊上的眼中，这些暗黑的顶级魔物才是10年之后神藏中的麻烦。神皇尊上，您的计划就是将我们几人在皇国之中进行大资源的修炼，提升实力，为10年之后的神藏降临对抗那些暗黑的顶级魔物吗？可是即便如此，我们的实力无法登临造化之境，那些魔神的实力可是都是货真价实的造化巅峰主神的级别，我们即便是无上的传承者，也无法跨如此大的境界与对方有着抗衡之力。萧炎他们猜出神皇尊上有自己的一个计划，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神皇尊上计划的真正用意。既然你们是无上的传承者，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不用去考虑，因为如今你们的实力还是相对来说在面对那些暗黑魔物的时候还是弱了一些，但你们与普通人不一样，就像刚刚你在收服火焰之心的时候所施展的那道奇特的力量，就可以超越自己的极限，使得自己的实力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刚刚所施展的便是焚神之力吧？如今能够开启焚神6半火的力量，已经堪比大道巅峰的实力。萧炎身上的所有秘密似乎都被眼前的这位神皇尊上看得清清楚楚，即便有着隐瞒在他的面前根本无法就没有任何的效果，全都被神皇尊上说中了自己心中的秘密。在神皇尊上讲完萧炎的时候，他的目光倒是似笑非笑地看着灵动和沐沐尘2人。你们2位也一样如此，你们身为无上传承者，同样可以让自己的实力突破极限，比起那些神奇，你们皆是能够一次次地超越自身极限，爆发出无比强大的战斗力。你们3位想要提升修为和实力，必须要在自身的神物身上来助你们加快提升。神皇尊上先是对着灵动开口道：你所修的是神符，虽然如今已经集齐了10道祖符，但也只激活了其中的3个祖符的真正力量，没有激活其他祖符的真正力量，却让你无法再有突破的迹象。除非你体内的其他祖符一一被激活，你的实力修为才会提高。你缺少的是开启激活祖符真正理论的钥匙，一旦你找到这些钥匙，也就是无上神韵之气，你的实力就会提升起来。一旦全部祖符的理论彻底的激活，那么你的实力必然能够登临造化之境。到时候面对那些暗黑魔物，你都有着一战之力，甚至你所修的目前乃是祖符之道，而这种大道并非是你所修之道的真谛。在神皇尊上把话说到这里的时候，灵动的神色带着一丝吃惊。他自己所修的大道那是了解得非常清楚，自己所修行的就是5之道祖符之道，可为什么对方却说这不是他所修之道的真谛？不仅是灵动感到吃惊，就连萧炎、沐尘花仙子云韵以及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皆是有些面目疑惑地看着神皇尊上。对于这个问题，他们都有些不解。在众人那种疑惑的目光看过来的时候，神皇尊上并不意外，显然他们的所有反应对他来说都是再正常不过而已。既然你们是无上传承者，那么你们肯定在未来的某一日继承他们的无上道法，而他们的无上道法分别是炎神之道、神符之道、太初之道，这3个道才是你们最终之道。只有彻底的领悟到这3个无上道法，你们的实力才有可能加快接近无上之境。不然，即便你们拥有着足够的神之资源，但你们依旧是无法突破迈向造化之上的无上领域。此时，萧炎、灵动、沐尘3人宛如被点醒了他们的大道。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大道比起其他大道要强上很多，可是现在看来，原来他们现在所领悟的大道还不是最终之道，而他们最后需要领悟到炎神之道、神符之道以及太初之道后，方才能够有机会迈向神境的最高境界——无上之境。